个家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说干嘛呀？我儿子都不在了，你还留在这个家干嘛呀？是不是想给我争家产呀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看现在孩子还那么小，他刚失去爸爸，他不能再没有妈妈了。他失去妈妈怎么了？还有我这个奶奶呢，我还年轻，我照样能把孩子养大。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求能留下陪着孩子，让孩子长大了以后我再走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。不行，少在这给我装可怜，我都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就是想我们家的房子呢。我告诉你吧，门都没有。妈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要。你别再说了，你别怨我妈，以后我也不是你妈。燕子，你赶快给我滚，给我滚！妈，你给我滚！以后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你让我去哪儿呀？兰兰，你想买什么衣服呀？还没啊，嫂子，是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还拿着行李呀？对吗？兰兰，是你们两个呀？这我婆婆把我给赶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我婶把你赶出来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这平常你们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能把你赶出来呢？再说了，这我大海哥刚走，这把你赶出来，这孩子怎么办呀？我婆婆说，大海都走了，我留在那个家干什么呀？除了会贪图他的家产，所以把我赶出来了。说他一个人要把小宝抚养长大。什么？这婶不是这样的人呀？是啊，再说了，这你家除了那栋房子也没什么家产了，这我婶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什么都不图，只图陪着孩子能一起长大就行。可是我妈她偏不信，非要把我赶出来。我婶也太过分了吧！不行，我得问问她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先陪着他，我去问去。行。嫂子，你别难过了。怎么？这婶怎么说的？啊，那个兰兰，咱们还是去买衣服去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燕子，既然婶让你出去，你就出去吧。你在外边找个工作，好好干，照顾好自己。尊毛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这孩子这么小，这嫂子怎么能出去呢？你是怎么跟婶说的？行了，兰兰，你别管了。那个燕子，孩子的事你不用担心，这我今后会让兰兰多去你们家去看看孩子。我就说吧，我婆婆这次是铁了心的要把我赶出去。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我走。哎，嫂子，尊毛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行了行了，到家再说吧。走走走走。这一转眼5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个老太婆狠心把我赶出去，如果不是小宝在家里，我才不会回来的。这次回来，我一定要把小宝给接走。兰兰，嫂子，嫂子，你这走了有好几年了吧？有5年了。是啊，走了这么多年了，嫂子，你这几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一开始确实在外面吃了一些苦，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我自己也小有成就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，现在也算有车有房了。嫂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本事啊！就算再有本事，有什么用呀？说实话，这些年一直有一些事压在我的胸口，像一颗石头一样。你说我在外面虽然日子过得好一些，但是我不知道小宝过得怎么样，他吃得饱不饱，穿得暖不暖。嫂子，你是说小宝啊？我跟你说，小宝现在吃的可胖了，而且特别聪明，现在都上幼儿园了呢。是吗？是啊，嫂子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切都归功于你的婆婆，如果不是她的话，也不会把小宝教得这么好。归功他。兰兰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当年他狠心把我赶走，现在他一个人照顾小宝，那也是他理所应当的，是他那么狠心把我们母子分离的。嫂子，我知道，
这当初啊，我婶把你赶走，你怨恨她，但是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兰兰，这有什么话，你直接告诉我就行。这其实当年的事儿，尊宝都告诉我了。婶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在外面跟兰兰都碰到燕子了，她一个人在外面哭呢，还拿着行李，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？尊宝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就不用管了。瞧你说的，咱们这都是邻居的，我跟大海哥一起长大的，这我大海哥刚走，你怎么能把我嫂子赶走呢？再说了，这我嫂子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也知道，你的海哥已经走了，你说这燕子还留在这个家干嘛呀？我看他就是想给我分家产，所以我才把他赶走的。婶儿，你觉得你说这话我会信吗？那我嫂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清楚，你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现在都有孩子了，你把他赶走，这孩子怎么办？尊宝，你别再说了，这孩子呀，我自己能养活，我还年轻着呢。婶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就告诉我吧。尊宝，咱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再瞒着你了。可是，我告诉你也行，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说出去，更不能告诉燕子。那行，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我就想着，这我儿子不在了，我不能让燕子再留在这个家，这样的话，不是耽误他的前程吗？他还年轻，我想让他走呀，再找个好人家，过他想要的生活，不能因为我和孩子拖累他一辈子呀。婶儿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那你怎么不跟我嫂子好好说呀？燕子呀，比较孝顺懂事，如果我要是跟他说了，他会离开这个家，离开孩子吗？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把他赶走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可是，婶儿，你这样做，你不怕我嫂子记恨你啊？他恨我，就让他恨我吧，只要他过得好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婶儿，只是这为难你了，这孩子还这么小。为难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应该的。尊宝，我今天告诉你这个事情，你一定要替婶保密呀，不能让燕子知道。行，我明白了。他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不会走的。是呀。行，婶儿，这件事我替你保密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什么？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还怨恨了我妈那么久，原来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为我着想呀。嫂子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是当年是尊宝答应我婶不让告诉你的，所以啊，我们才瞒你到现在。兰兰，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谁呀？妈，燕子，谁让你又回来的？妈，我都知道了，咱们进去说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是不是又回来想要我的东西呢？妈，你别说这些话了。你当年为什么把我给赶走？这兰兰都告诉我了。你跟尊宝说的那些话，我全部都知道了。啊，燕子，那既然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了，你还回来干嘛呀？妈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呢？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小宝，这日子有多苦呀？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燕子，我一个老太婆，苦点累点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还年轻，妈不想耽误你的前程呀。妈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这件事你干嘛要瞒着我？我对不起你，我还记恨你那么多年。原来你处处都是为我打算，为我着想。燕子，你别说了，这事情你也不知道，你误会我都是应该的。只要你过得好，妈就很高兴了。你快告诉妈，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呀？妈，我过得挺好的，我在外面开了公司，买了车，买了房。既然我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，这一次回来，我就把你跟小宝接到大城里去生活，以后再也不用吃苦受罪了。你都有自己的公司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这大城市呀，妈就不去了。我也老了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怎么能算是添麻烦了？
这虽然大海不在了，但是我得替大海尽他没有尽完的孝。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的。你为了小宝，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妈，你也该享福了。再说了，你跟小宝都待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你舍得离开他吗？妈，就算不为了我，为了小宝，你也应该跟我一起走啊。妈，那好，我跟你一起走。行妈，那咱们接上小宝，收拾收拾就走。行，这小宝呀也该放学了，走妈，咱接他。